光天化日下，服装店女老板突然人间蒸发。一段诡异的监控记录下她曾被一个女孩带入酒店的8607号房间后，再无踪影。多次进出酒店的女孩，拖着许多行李离开房间的男女，突然消失的女老板，这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莫看江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案件发生在2012年的4月8日。这天的凌晨，江西南昌当地警方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称自己的一名女性亲戚叫做李秋梅，32岁。在当地开了一家服装店，每天生活很有规律。正常情况，不等天黑，服装店就会关门，然后接孩子放学就回家了。可是今天这都到凌晨了，还是没有回来，怎么也联系不上，所以就拨打了报警电话。正常情况来说，一个成年的女性仅仅是因为联系不上了，失踪的时间也不到24个小时，警方不是一定要调动警力寻找的。可在电话中，通过家属对于李秋梅失踪的描述，警员还是感觉到了事情有些不寻常。就在深夜，来到了李秋梅的服装店进行探查。一到店门口，警员就感觉不对，服装店的大门没有锁，玻璃门被虚掩着，店里的灯是亮着的，可是并没有人。这就很蹊跷了，李秋梅已经走了，可门怎么没关，灯还亮着？李秋梅如果还没走，可经济怎么联系不上？而且深更半夜，店里也没有人呢。警方走进了服装店，详细勘查后发现，服装店内很规整，没有打斗的痕迹，装着钱的盒子没有被盗，李秋梅的服装店也没有雇店员，如果走了一定会锁门的。这种种的细节都透露着一丝诡异。时间很快来到了早上，警员开始细致排查在服装店附近的监控录像，寻找李秋梅的踪迹。很快，警方就找到了线索。虽然亲属是凌晨报的警，但根据监控录像的显示，李秋梅当天中午就离开了服装店，并在11点39分走进了距离服装店150米的一家酒店。随后，在酒店的大堂坐下，与一名看起来年岁不大、穿着职业装的年轻女孩攀谈了起来。在李秋梅来到酒店之前，这个女孩就已经在酒店大堂等人了。李秋梅到了酒店也直奔这里，桌子上放着一些纸质类似文件的东西，看起来应该是二人约好了洽谈一些业务。大约5分钟之后，两人一同离开了酒店大堂。在年轻女孩的引领下，李秋梅来到了酒店的6楼，一同进入了该楼层的8607号房间。可奇怪的是，在这之后，那女孩先后3次离开房间又返回，直到晚上8点钟，一个陌生的男子与那女孩一同从8607号房间出来。他们拿着行李箱，背着2个大书包，到酒店前台办理了退房，但李秋梅再也没有出现过。李秋梅还在房间里吗？监控中出现的男女又是谁？8607号房间里到底发生过什么？根据暂时已知的监控录像和案情，我们不难推断，李秋梅当天中午从服装店离开，没有关店，没有关灯，仅仅是虚掩了店门后，来到150米外的酒店。显然，她是觉得跟这个女孩谈什么业务，只是短暂离开，很快就能回到店里。没想到，跟随女孩进入8607号房间后就消失了。在完整的查看监控录像后，警方觉得李秋梅已经凶多吉少了。我们也来一起看一下。李秋梅是跟随年轻女孩11点40左右进入8607号房间时，女孩没有拿房卡，而是敲门进入的。显然房间里面有人。而就在11点57分时，年轻女孩独自走出了房间，12点03返回。监控下显示，此时的女孩手里多出了一个皮箱和垃圾袋。下午1点，女孩第2次走出了房间，10分钟后，女孩返回。这一次，女孩抱着一个黑色的袋子，里面看起来装着什么东西，有些重量。下午3点出头，女孩第3次空手离开。10分钟后，女孩背着黑色双肩包返回。此后，酒店走廊里安静了下来，少有人走动。8607号房间也一直没人出入，直到晚上的8点。8607号房间再次打开，先走出一个背着黑色双肩包、身材有些壮硕的男子，他拖着黑色行李箱，紧随在后的是同样背着黑色双肩包的女子。因为李秋梅进入房间后就人间蒸发了，而8607号房已经被退房，想必大家可能已经猜出李秋梅到底经历了什么。警方有了一个感觉很不好的推断：李秋梅进入房间，到女孩第1次离开房间回来，带着皮箱，此时的李秋梅
很可能已经遇害了。女孩第二次离开回来时抱着一包东西，看起来有些分量，很可能是分解李秋梅的工具。到了下午3点，女孩离开又返回时背的包，是不是分解的人体太多，皮箱已经装不下了，所以又买了一个书包。这次回来后，8607号房间5个小时没有人进出，是不是里面正在处理现场？直到晚上8点，从8607号房间出来时，两人均背着包，还拖着行李箱。女孩书包下垂的状态，还有男子拖皮箱的状态，能够明显的看出里面装的东西肯定不轻。随后二人退房离开，当这些信息结合到一起，似乎已经可以推导出案发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这还不够，警方对8607号房间进行了勘查，不出20平的客房里空无一人。因为已经退过房的关系，房间被清洁人员彻底的打扫了。初步查看就是一个等待入住的酒店客房，清洁人员在打扫时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可真就什么都没有留下吗？警方出动了刑事鉴识专家，对房间内进行了细致的勘查，发现了不少的蛛丝马迹，其中包括在卫生间的壁纸上发现了2处疑似的血迹，经过采集后，需要警方进一步的确认。警方怀疑李秋梅就是在皮箱和背包里被带走的，那么房间里就一定存在着处理李秋梅身体的线索。整个客房里仅有卫生间里有1处地漏，如果凶手在作案之后，无论是分解李秋梅产生的血，还是处理现场所用的水，大部分都会从地漏里排出，那么这个地漏里很可能就有警方想要的答案。经过细致的勘查，警员果然在地漏中采集到了一个淡黄色的人体皮肤组织，得以确定监控记录下了一男一女有重大的作案嫌疑。那么他们2人是谁？与被害人有什么深仇大恨，要如此残忍的动手呢？根据现场监控与酒店工作人员的回忆，男性嫌疑人的身高在1.7米，体型比较壮硕，30岁左右的年纪；女性嫌疑人身高在1.65米，看起来年龄不大，应该还不到20岁。在8607号房间的入住信息中显示，是一名叫做李小四的18岁男子开的这个房间。可在随后的走访中了解到，李小四个子很小，也很瘦弱，与酒店视频中出现的男子明显不符。而且李小四只有16、17岁，学习成绩也不好，在一所职业高中上学，是个问题少年，经常逃学在外面玩。警方短时间内没法确定他的位置。查询李秋梅来到酒店前最后接通的电话号码没有经过身份认证，无法获取信息。这边线索暂时没办法推进。警方又从李秋梅的社会关系以及财务情况入手。李秋梅32岁，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与前夫育有一个女儿。10年前离开湖南，独自带着女儿来到南昌打拼。此后与前夫再无交集。她在南昌的社交圈子也很简单，朋友不多，也没听说与谁发生过争执。不过，他近些年与一个叫做丁大庆的男人走得很近。丁大庆要比李秋梅大15岁，2个人同居多年。之所以没有结婚，是因为丁大庆仍在婚姻中，除了相处近20年的妻子，还有一个18岁的儿子。丁大庆是一个生意人，平时对李秋梅多有经济上的援助，包括李秋梅的服装店也是在丁大庆的资助下开起来的。基于这些，警方推测可能存在着2人因婚外情产生纠纷，所以行凶。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4月8日中午，李秋梅离开服装店前半个小时左右接到过丁大庆的电话。不过酒店视频中的男子与丁大庆的体型不符，但案发前2天，丁大庆其银行账户有多笔大额的转账。难道是丁大庆买凶害情人？这一观点很快就被警方否定了。调查他的转账记录都是生意上的往来，在对丁大庆进行问询后，也排除了他的嫌疑。丁大庆与妻子早已形同陌路，和李秋梅的感情则十分的稳定。至于为什么没有与妻子离婚，只是因为他和妻子还顾及18岁儿子的感受。在得知李秋梅可能遭遇不测后，丁大庆甚至提出愿意养育李秋梅的女儿。社会关系上没什么发现，警方又从李秋梅的财务方向入手。亲属指出，李秋梅通常都会将名下的所有银行卡放在手提包里随身携带。她进入8607号房间前，的确左手中挎着一个包。案发后，警方没有在房间内找到那只包。追踪李秋梅银行卡信息，发现她遇害当天下午，其中一张银行卡被取走了2万元的现金。可惜取款机上方的监控正好坏了，
没有拍到取款人的样子。警方调查的几个方向都走到了死胡同。这时，对8607号房间的血迹鉴定有了重大的发现。技术人员在房间发现的人体皮肤组织和2处血迹中的一处属于李秋梅，而另一处血迹通过 DNA 比对证实属于一个叫做阿里的男人。阿里，男，34岁，无业。因为没有收入来源，所以阿里经常会做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而且他的体貌特征与监控视频中出现的男子非常的相似。在案发的1周前，阿里就曾到该酒店住过，而且住的就是8607号房间。至此，警方给出了一种推论：阿里作为有前科的人员，因为生活窘迫，所以想干一票大的，捞一笔钱。于是看上了开服装店的女老板李秋梅，在案发前1周，他就住到了服装店旁边的酒店8607号房间进行踩点跟准备。当情况掌握的差不多了，他找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帮助他诱骗李秋梅到酒店房间之后，将其残忍的伤害，并取走了2万元。但是很快，这种推论就被推翻了。首先，如果一个人只是以钱为动机的话，大可不必如此的残忍。勒索、绑架也是可以的，而且李秋梅有随身携带银行卡的习惯，卡里常备10几万的存款。如果只是以钱为动机的话，他又为何只取了2万元呢？阿里是一个小偷小摸的人，能做出肢解他人这种事儿吗？警方找到了阿里盘问，他承认的确在8607号房间住过，切水果时不小心伤了手，血流到了地上。在案发当天，他全天都在和朋友打麻将，这一点他的几个朋友都可以证实。阿里有着充分的不在场证明，线索再一次中断。兜兜转转，案件又似乎回到了原点。警方正在焦虑如何推进案情时，转机出现了。苦苦蹲守在李小四家的侦查员有了收获，李小四竟大摇大摆地回家了。警员立刻控制住了李小四，并对其进行询问，得知李小四这几天去外面玩了，并不在家，而自己的身份证借给了班里的女同学，叫黄文文。于是警方就拿出了监控画面，让李小四比对，他直接确认画面中的女子就是黄文文。这个关键信息一出，让办案的警员都懵了。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警员无数次的回看8607号房间的监控画面，当时参与作案的女子表现的是那么的从容，那么淡定，没有一丝的慌乱。目击者也只说这个女的年龄不大，但不曾想是一个还在上高中的女孩，只有16岁。怎么就参与到这么恶性的案件中，还能在作案的过程中表现得这么泰然自若？在对黄文文的人际关系调查后，警方马上就锁定了另外一名男性的犯罪嫌疑人孔磊。顺藤摸瓜，4月10日案发的2天之后，警方在南昌一酒店将孔磊、黄文文抓获。在酒店的房间内，成功收缴了还没来得及销毁的电锯、砧板、榔头等作案工具。面对铁证，2名嫌疑人很快就交代了伤害李秋梅的犯罪过程。这是一场精心计划好的犯罪。案发前2天，孔磊专门买了匿名的手机卡，让黄文文与李秋梅联系，租用李秋梅的店面。随后用黄文文从同学处借来的身份证，在李秋梅服装店附近开了房间。4月8日，黄文文给李秋梅打电话，以独自带大额出租店面的押金不安全的借口，将李秋梅约到了宾馆。没有察觉危险的李秋梅以为取钱不会用太长时间，只是关上店门就走了。她随着黄文文走进8607号房间，马上被戴着面具冲上来的孔磊暴打。黄文文在旁边翻找李秋梅的提包，找到2张银行卡。在2人的胁迫之下，李秋梅说出了银行卡的密码。黄文文随即到附近的银行，从李秋梅的卡里取出了2万元。孔磊呢，则用绳子将李秋梅勒死，再和黄文文用从外面买来的电锯在浴室将李秋梅分解。事后用大量水清洗现场，再将李秋梅的尸块装进垫了海绵、毛巾的行李箱。孔磊和黄文文出了酒店，打车将李秋梅的尸块丢弃在了距离市区不远的蝶子湖里。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就是为了2万块钱，所以处心积虑地对一个独身女人动手吗？其实并不是。孔磊是1986年出生，案发时是26岁，父母都是做生意的，家庭条件非常的不错。他跟姐姐大学还没毕业，父母就为姐弟2人在南昌分别买下了近100万的房产。2010年，孔磊与高中同学结婚，婚后向父母要了几十万，在南昌开了一家动漫店，租的正是李秋梅的门面。
这种小众的生意，盈利的能力本身就不强，再加上孔磊不善经营，每2个月就入不敷出。孔磊一直是拿着父母的钱在维持，这样坚持了1年多。期间，房东李秋梅看别的店面租金都高了，也提出涨租金。孔磊本就无心经营，就想提前退租，李秋梅并不同意。孔磊就提出按新租金我租下之后，自己是否可以将店面转租出去？李秋梅依旧不答应。2人商议多次未果，在孔磊看来，李秋梅不近人情，是个黑心房东。2人拉锯了一段时间后，最终李秋梅扣下了2万元的押金，租约终止。1年之后，当孔磊再次路过店铺，见到门口贴着转租的广告，往事涌上心头。2万块对孔磊不算什么，可是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安排小女友黄文文将李秋梅骗到酒店，实施了犯罪。整个案件原本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可是警方在孔磊与黄文文指认的湖中寻找李秋梅的尸体时，经过3天的打捞，没有打捞上来装着李秋梅的行李箱，反而捞上来一个同样装着尸块的旅行袋。法医对旅行袋里的尸块进行 DNA 检测，证实这些尸块并不属于失踪的李秋梅。然而，尸块的伤痕跟死因与此前孔磊与黄文文交代的伤害李秋梅的作案手段高度的相似。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负责打捞的警员继续在叠子湖中打捞，最终总算是找全了所有的尸袋，并拼凑出2具女性的尸体。相同的抛尸地点，相同的工具，相同的作案手法。警方紧急突审孔磊、黄文文2人。只有16岁的黄文文很快就向警方交代，他说叠子湖里另一名死者叫文静，是自己的同学。半年前同样是被孔磊所害，自此整起案件才真正的真相大白。黄文文1996年的2月出生，父亲早年病逝，这些年都是母亲一个人带着他。可能是小时候父亲就不在的关系，母亲根本管不了他。初中时就经常逃学去外面玩。黄文文时常跑到孔磊的店里去看漫画，一来二去，2人就熟识起来。也许是缺少父亲的关怀，黄文文既好强又渴望被爱。孔磊出现后对他嘘寒问暖，2个人逐渐的就亲密了起来。14岁初中毕业后，黄文文进了职业高中，与同宿舍的文静成了好朋友。文静属于社会上的小太妹，孔磊对黄文文与这样的女孩交朋友并不满意，所以有了第一次的行凶。2011年的11月23日，孔磊假意让黄文文找文静到宾馆玩，在黄文文上卫生间期间，孔磊将文静制服，并用手掐住她的脖颈。几分钟后，文静就没了气息。黄文文回到房间后，看见文静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还问孔磊文静怎么了。孔磊借口文静抽烟喝酒，不是好女孩，会带坏黄文文，所以必须解决掉。随后，孔磊指使黄文文买来电锯、砍刀、编织袋、旅行箱，将文静的尸体肢解装进旅行袋，抛进了叠子湖中。发生这件事的时候，黄文文才15岁，他特别害怕，谁也不敢说。孔磊也经常拿这件事来要挟。黄文文觉得2个人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从此之后只能对孔磊言听计从。由于文静的父母离异，他也经常离家出走或者外出打工，家人都习惯了。这次文静许久未与家里联系，父母还以为他去外地打工了，因此失踪半年，家人也没报警。直到李秀梅案告破，文静的死才浮出水面。目睹孔磊伤害朋友文静，选择不声张做同谋的黄文文才15岁。伤害李秋梅时，黄文文16岁，可能这就是他在监控下如此淡定的原因。2013年5月9日，孔磊被判处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罪名成立，处死刑；黄文文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罪名成立，处有期徒刑7年。案件结束后，警方通过多方走访，试图探究孔磊如此凶残行事的原因。孔磊从小家庭优越，父母忙于生意，对他照顾很少。孔磊在学校中就很不合群，平时行事呢我行我素，父母内心觉得对孩子有亏欠，也从不说他。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孔磊上大学。当他迷上暴力动漫和网络游戏时，就开始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文静遇害后，他也一度非常的恐惧，但一段时间过去，因为没人报案，没被发现，他的胆子就越来越大。警方还搜到了一张孔磊写的报复名单，上面都是一些生活中跟孔磊有过矛盾的人。李秀梅遇害后，如果不是警方及时破案，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好了，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我是超人，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